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纽约市的死亡人数累计达到了21314人，确诊人数是204078人，死亡率是10.45%。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29302人，确诊人数是368948人，死亡率是7.94%。全美国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10万055人。确诊人数是1717833人，死亡率是5.82%。今天的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15。那么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这个最新的数据又从新加坡出现了一个新消息。他说，按照这个新加坡传染病学家表示他们发现这个病毒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第11天以后就没有办法分离或者培养了。那么他们在观察了大概有73个患者那么这些研究都是初级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个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到现在积累的数据呢，那么有症状的个体潜伏期呢，可能在症状前2天开始，而持续约7到10天。那么他们认为这个病毒检测结果可能还是呈现阳性，但是呢，他们检测出来这个病毒的碎片呢，它不能再传播了。所以说，活跃的病毒复制呢，在第1周后就迅速下降，而在疾病的第2周以后，就再也没发现过活的病毒。所以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发现可以为医院决定何时让病人出院提供依据。在美国是要求患者2次病毒检测呈现阴性，才能被认为完全康复。尽管这个样本的病毒量不大，但是研究人员相信了，他们发现将在更大规模的研究中得到这个病毒的复制，那么非常有信心，这个结果很可能是11天以后，病毒不再有传染性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作为疫情重灾区的这个纽约市和长岛，这些社区的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感染率和死亡率都高于平均值。那么根据民众的手机在晚上和白天活动的这个不同地点来查询，那么可以发现谁在全职工作，谁在外出，谁在兼职。那么他们发现8%的人一直在3月底和4月份都在上班。那么贫困社区上班的人更多。那么医学专家提出了一些新冠病毒对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群影响更大的原因，包括潜在的健康状况、生活方式受到好的医疗服务的机会。那么当纽约实施居家避疫防疫令时，这些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很多作为必要行业的工作人员，经常要离开家，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把自己沉浸于病毒之中和风险之中。88%的低收入社区和84%的少数族裔社区中，他们民众工作的比例都高于平均值，特别是在布朗市、皇后区和这个布鲁克林。那么这就是原因，为什么低收入的少数族裔社区的新冠感染率高于其他地区，在长岛也一样。所以在进行新冠检测的民众中，多数都是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在长岛的纳苏郡的这个社区医疗中心的时候，他们发现43%是西语裔，31.5%是非洲裔，24.1%的是白人，只有1.4%的是亚裔。在其他地区呢，亚裔也只有0.5%。那么现在呢，英国呢又跑出来了，他说法国人证实，那么如果你一旦有了轻微症状被感染了，那短期内你不会再被感染。就是这些新的发现我只想给这个所有的人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知识，每天知识都不多一些最新发现，给大家能有一个有这么一个新的这个趋势，大家可以感受到并且有信心来对抗这个病毒。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做这个防疫其实最好的其实是香港。那么香港呢，他们现在餐厅像纽约现在餐厅慢慢的已经开放了，有些餐厅呢，它现在是只能做外卖。那么多数呢还不允许堂食，因为按照州政府的这个命令还不允许有超过3个人在一个地方聚集。那么香港呢，它其实呢，我们发现它的冠状病毒好像已经得到控制了。那几乎所有的餐馆
从最小的咖啡馆到米其林星级餐厅，他们都采取了安全措施来预防病毒的侵害。这纽约应该学一学啊。那么从3月下旬以来，香港呢没有记录到任何与餐厅有关的这个病毒案发的这个病例。那么其实它的餐馆管理呢有了一种常态的一种这个预防这么一个机制。那么比如说他们食客在圆桌中以前是共享一个大锅，是吧？涮筷子，用筷子或汤匙从肉汤中捞出肉和蔬菜。那么当时是有13例的病例和这种有关，但是香港呢，它采取了各种社会隔离的措施，非常有效。那么他们的餐馆在整个流行病期间一直开放，尽管容量减少，而且团体人数受到了限制。那么现在呢，他们的餐馆都是以满载的形式营业，最多是允许8个人一起用餐。那么他们的桌子呢要求离开5英尺。那除了吃饭喝水的时候呢，他们这个顾客呢都被要求使用洗手液。餐馆呢还有些实行了一些更严格的措施比如说这个要在外面狭窄的人行道上放一个大红点啦，那相距要5尺到6尺啦，纽约是6尺啊。那么在客人等待呢，应该站在什么地方？而且客人还要签署这个健康声明表格，表示说过去14天内没有这个去了这个疫情高发的这个城市，到处有洗手液，有酒精湿巾，还有这个信封。信封是用来客人在吃饭的时候拿口罩用的。而且他们培训大量的香港的这个工作人员餐厅的工作人员，安全呢要主动护送到他们这个餐桌上，避免不必要的人群的拥堵。那么在所有的餐厅的管理，这个香港其实是非常领先的。它采用了保护客人和员工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战略，禁止员工什么用上肢击掌啦，是吧？并且每30分钟要洗1次手啦。那么当时他们是不是从当年的这个 SARS 的爆发这个引发的而学到了这个深刻的这个教训那么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需品。那么像这种客人要求预定的时候呢，他们会收到一些标准的这种预防措施的这么一个条例。那么当时呢，有些餐厅呢是对客人要进行一些健康声明，还做一些温度检查的。当然客人有的时候是表示反对的，但是我看到这个纽约也发生了包括超市门口也有测试这个温度的。那餐馆呢这种包括所有的收银员所有的服务员每个人穿的都好像是防疫人员一样全套防护服，每个人脸上都戴着这个防护的这个面罩，这玻璃面罩那么客人吃饭之前每一个他们单独的隔间呢都是拿塑料隔板给隔开的，这也是纽约应该学的。那么包括大量的香港呢在对于这个重新开放餐厅减少公众交叉传染采取了非常非常有效的措施，这是真的是值得纽约好好的学。尤其是纽约差不多有这个4000家餐厅，在采取这种措施的时候呢，那么香港的成熟的经验呢应该拿来去学习。那么同时呢，那么客人在餐厅用餐的时候呢，他们自我的感受也要非常好。那么香港的这个顾客呢，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也没有感到特别大的恐怖，也没有这种特别大的这种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真是不错那么纽约应该以这个香港为标本继续学习。那么同时呢，这个在某些方式呢，客人呢当然是要配合的。那有些情况的话，比如说在纽约，你对于华人你可以给他当头一枪，是吧？来测他的这个温度。那如果你要是洋人呢，少数族裔呢，要印度裔呢，是吧？要是犹太裔呢，有的时候呢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呢，就鉴于华人的餐厅，尤其是在纽约呢，多数也是服务这个亚裔，所以呢这种问题还暂时不大。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如果你开餐厅的话那么首先先要得到这个州政府的批准，这一点不要忘了。那么同时呢，那个很多餐厅特别是在香港它这个2019年的6个月的反政府的抗议中他们解脱出来，当然现在又重新有一些这个征兆了。他们香港很挤嘛，所以餐桌这个空间的要求很严苛，走道很小，而他们的租金很高。那么鉴于这个冠状病毒就是很可能很早就存在，所以呢这个香港人对于这个病毒的态度
就是和纽约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纽约的理论上说是还是以听政府的。那么餐馆会不会因为包括香港和纽约，因为这次疫情会永久的改变他们的服务方式和这个消毒方式呢？完完全全是有可能的。很可能这种口罩以后要永远提供了，不管是发生什么情况，洗手液是永远存在，那么是那个消毒纸巾呐，那个酒精湿巾呐，全部存在。那么所有的服务员呢，也不允许再用击掌，不允许拥抱，也可能会永远存在下去。那么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好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全球疫情大爆发的时候，现在进入了第3个阶段，现在是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等地方，那么马上要爆发了。那么有些人会说，印度这些国家怎么没有抓住机会抗击疫情呢？又浪费了很少时间。我们听到没有？这很类似啊。他们指责美国的时候也说的啊，我们给你留了1个月的时间，给你留了3个礼拜的时间。那么其实错过良好时机的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假设基础上，就是前面有的地方已经感染了病例，而这个国家没有受到重视，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病会传到你们国家呢？表面说上面看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是只要深入去思考，有很多的这个逻辑问题。首先就是面临这个防疫的这个路线问题，就是行政控管模式，还是采取英国推出的全民免疫的模式呢？那么欧美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后者，而疫情这个后起之秀的这个国家现在也采用全民免疫模式方法。那么理论上说，在这些国家看来，你没有找到病源，没有有效的药，没有疫苗，你根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如果你隔离了，那么实行全群体的免疫呢？你让大家都有了免疫的激励，那么最后这个病毒自然就停止了。那么所以在最初期，永远是这些国家的这个染病人数会迅速攀升。第二是欧美国家的政治所决定的，特别是像美国这种独特的联邦制国家，他在强调自由和保护个人自由的时候，禁止公民社交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别人会说，谁给你那么大权力？那么虽然美国的疫情严重，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美国的联邦制。那么地方是不归总统管的，所以你骂川普是没有用的，川普也是无能为力。第三就是经济问题，在这疫情之前，欧美各国的经济是上升的趋势，民众已经习惯了这个经济成果。那么这种疫情突然爆发，那么经济断崖式的下滑，那么民众的心理受到了大量的冲击。所以如果你开放经济，那人员流动根本就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你经济越开放，人流越多，经济越好。所以开放经济和新冠肺炎患者也存在着很大的比例关系。经济开放的国家患者相对要多，经济封闭的国家患者相对要少。所以你嘲笑欧美国家患者人数多，和赞美朝鲜没有患者是一样的，都是很荒唐的。美国在没有大规模爆发疫情的时候，阴谋论非常流行。中国把责任推给美国，甚至用瞎编的原因指责美国释放病毒。但是当美国真正爆发的时候，这种谣言不攻自破。那么他们又开始说是川普如何逃脱责任、推避责任了。那么口水战不停，很少看到真正的分析。那么我们是知道的，当人们被情绪所裹挟，那么解决问题就会变得困难起来。因为人们一旦被情绪激发出来，冷静与理性就会逐渐丧失。毫无疑问，那么现在我们找原因呢？那么如果你认为不断的批评美国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也不是认真对待问题，态度本身就存在着错误。所以你记住了，批评美国不能产生真理，不能让病毒结束。所以用批评来转移视线的做法，它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何况美国真有问题的话，美国有纳税人，他会站出来说，美国的媒体会站出来说，根本轮不着外国人站出来说。因为这个疫情，不喜欢川普的人或势力活跃起来了，他们以为这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趁机把川普轰下台。
在赶走川普的这个愿望上，厌恶川普的人或势力不断的炮制各种信息，动辄说川普的民调如何差，以报一箭之仇。那么美国选民会不会被触动呢？不好说。赶走川普的好时机并不是这个疫情，川普的民调是选民说了算，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选民有抛弃川普的迹象。那么目前啊，我们看啊，这个菲律宾呢又跑去找印度啊，要求买这个一种导弹啊。每个人一想说，哎呀，怎么菲律宾买导弹呢？越南是也买导弹，买导弹干什么用呢？他买那个布拉莫斯导弹呢，它的飞行300公里。每个人都猜说，这买导弹是不是来打航母的？他打哪个国家航母？那么难道说菲律宾买导弹打航母，越南买导弹打航母，打谁啊？那么这个印度的这导弹啊，这功能不且说好还是不好，它确实可以攻击海上目标，可以攻击陆地目标，被誉为反航母杀手。它有这个很好的能力啊，什么突防能力啊、抗干扰能力啊、抗反导、拦截能力啊，被认为可以陆制海，所以多国希望采购。但实际上，布拉莫斯导弹打不了航母，因为它最大射程才300公里。航母舰载机呢，可以 cover 到500公里，那么都在1万米以上高空飞行，那么很容易就会被侦测到。所以美国呢，他也想这么做，用这个陆打海这么一个方法。但实际上呢，以我的观点看啊，买这种导弹啊，它打航母的这个可能性啊，震慑作用多胜过实用作用。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在给中国挖坑。现在这个美国挖的坑呢，它实际上是阳谋而不是阴谋。就是说，中国你知道美国的意图，你还没办法去破。第一，你不能用集中力量去开展什么芯片厂来制造芯片，来阻止这个美国这个对于这个芯片采用的这种禁售措施。你也不能集中精力去发展芯片工业，因为我们知道芯片工业是快过时了，而且它投资是动辄需要几千亿美元。这种巨大的投入很可能就是一种无效的投入，因为未来智能终端产品的大部分储存、计算功能都会放到云端里，谁还放在芯片里呢？这就是美国的战略思路，用各种手段引诱、逼迫中国，在一个会急速萎缩而且非常烧钱的工业里投入资源，而美国一分钱不花，他就在一个地区里面不断的引诱中国消耗它宝贵的钱和资源，这就重复了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所以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战略陷阱。那么从贸易战开打以来，特别是美国把中国明确列为战略对手之后，美国主动进击的姿态非常明显，中美关系非常紧张。而这种紧张呢，有一种解读是把对方的一个一个的动作看作是决战的姿态，叫做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窗口期。假定中美之间对抗甚至对决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那么大家都在想出应对的方案，每个人都想着要打一场史诗性的贸易战，要建造1000个核弹头，就是这种思维的表现，一种针尖对麦芒的姿态。那么其实这是估计错了对方的战略能力，最后的结果是你要把自己带到沟里去的。实际上，对于目前的这种态势啊，有一种非常不同的解读。美国在科技、军事、金融方面占有优势，它完全可能要求的是一种不是即刻决战的企图，而是一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逼迫你不得不跳进它设计的一个又一个的消耗钱的陷阱。它几乎不用付出很大的代价，就会让你处处被动。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给中国设了3个陷阱：一是军备竞赛的陷阱。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常规性展示肌肉的军事动作以外，非常引人注目的动向是美国太空军和太空飞机的动作。那美国的全新军种太空军开始招募军人，5月6号公开太空军首个招募广告。介绍太空军工作职务的时候呢，他们还公开了
X-37B 太空飞机和卫星控制室的画面。这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飞机，由空军移交给了太空军。我们又不难发现当年星球大战的影子。需要明确的是，在一个有核的年代，军备竞赛并不只有军事的意义，而实际上是一个财富的消耗器，是一个富豪之间的赌博。一架 B-12轰炸机20多亿美金，相当于100多亿人民币；一艘福特级超级航母130亿美元，将近1000亿人民币。上一次冷战美苏之间，苏联最鼎盛时候的这个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60%到70%，这就意味着双方拿出同样数量的财富进行军事比拼，本国财富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第二，自力更生的陷阱。如果你说现代世界中的对抗和冲突中，军备竞赛是一个财富消耗器，另一个财富消耗器就是自力更生。我们知道，即使是冷战，也必然包含着遏制和封锁，特别是高科技上的遏制和封锁。目前我们看到，高科技就是最重要的战场之一。芯片被断供，技术转让被受限了，学术交流减少了，留学管道被钳制了，高端技术放到了国家安全范围管理。过去40年形成的中美科技合作完完全全受限了。中国已经被逼到了无可奈何的选择上，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虽然自力更生是早晚要走的路，但是以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你不得已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它的意义根本就不一样。如果你不知道深浅，你以为别人封锁了你一段时间，你就什么都有了，完完全全是痴人说梦。每个人幻想着中国会迎来一个自力更生的春天，由于美国的封锁，逻辑不合，因为你的自力更生是迫于无奈。以用自力更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走的弯路更多，投入更大，你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财富来消耗。第三，出现了选择性的陷阱，就是说在一种敌对的气氛和环境中，你选择的范围可能要大大的缩小。对于即将开始或者实际上已经开始的冷战，既有崛起国和守成国意义上的矛盾，也有意识上和体制上的矛盾。这样的环境对一个国家在政策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那么40多年前，中国的好不容易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开始，就是以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思想解放？就是思想上选择范围的扩大，原来不可以做的现在可以做。而思想解放只有在敌对意识比较淡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现在的敌对意识非常浓重，走向极端，凡是你肯定的我肯定要反对，凡是你这样做的我就要那样做，这就意味着你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小。这不是应对，所以中国需要的是破解。这完完全全当下就是一种博弈的模型。理论上说，在甲乙双方的对立中甲方拥有伤敌1000自损800的手段，这个手段他轻易不敢用，更多的时候是震慑你，但是他确实可以使用，有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乙方不得不做出各种防御性的应对，要消耗大量的资源，那么你这种震慑性就变成了消耗乙方的财富消耗器。那么理论上说中国在面对这些陷阱的时候，如果你茫然的去应对，你就会消耗大量了你的人力、财力、物力、时间，全部在和美国进行比拼的一线战场上。你最终的结果就是你的财富被消耗光了，你的军事会无穷大，你拿了5艘航空母舰，然后又怎样？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当时面对的局面是很被动的。但当时情况下，中国的选择并不是去应对挑战，而是在老邓的主意下另辟蹊径，改革开放，化解困局，不但化险为夷，而且赢得了中国几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现在人的有益的启示。而你中国现在打算做什么呢？
你已经没有韬光养晦了，你要直接作战了，你要在天上，在地上，在海上，在水底，在高技术，在金融，在科技上和美国进行直面的战争，你可以赢吗？看一看你手中的外汇有多少就知道了。你的外汇在快速的消耗。派 TV，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